今天何鸽子在上班时和同事聊天，同事开心地说下班要去看电影，这是他的日常放松方式。而何鸽子也有他的下班娱乐，就是喝一杯。于是下班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到酒吧街，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家喜欢的小酒馆，然后果断地走了进去。店员见状立即招呼他入座，还贴心递上热毛巾和筷子。坐下后，何鸽子环顾了一圈，发现店里客人很多，大家似乎都和他一样，下班后来喝啤酒放松的。随后翻开菜单，看到有自己喜欢的肉豆腐和乌贼刺身。他本打算点别的，但店员推荐了新鲜的炸竹夹鱼，说竹夹鱼是新到的，特别新鲜。何鸽子转头看到旁边大哥正在吃，看样子挺不错的，于是何鸽子就点了炸竹夹鱼配生啤酒。想象热腾腾的竹夹鱼配上冰凉的啤酒一定很爽。看着后厨厨师麻利的切掉鱼头，然后将鱼对半切开，再把鱼骨蘸上蛋液和面包糠，然后小火放进油锅里炸，油花欢快的跳跃，竹鹰鱼正在变熟。这时候何鸽子点的生啤也上桌了，那奶油般的泡沫让何鸽子看得越来越喜欢。当何鸽子口水不停分泌时，炸竹鹰鱼终于端上来了。这块金黄香脆的炸鱼呈等边三角形，松脆的肉眼可见，而且比何鸽子的脸还大。店员说可以搭配塔塔酱和酱油吃。何鸽子开心地拿起筷子，从竹鹰鱼的肚子切成两半，一半放塔塔酱，一半淋上酱油。他夹起放塔塔酱的那块，大口吃下，酥脆外皮和牙齿斗争，脆皮酥了发出咔咪咔咪的声音，诱人的很。厚厚的鱼肉嚼起来劲道十足，鱼香四溢，还热乎乎的。何鸽子吃得心满意足，抄起啤酒，仰头一饮而尽，干杯到底，然后又豪爽地再要了一杯。第二天上班，领导叫他过去，让他重新整理之前的资料。何鸽子一肚子不情愿，美女同事过来安慰他，又开导他。于是晚上他加班了很久，满脸不悦的他看到一家不错的酒馆，立刻眉飞色舞地走进去，招呼他坐在吧台前。何鸽子打开菜单，里面项目密密麻麻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何鸽子馋刺身了，看到小黑板上有山药汁金枪鱼，搭配冷酒应该正合他意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点了这两样，简单干脆。看到厨师细致地切着一块漂亮的金枪鱼肉，放进小碗，再浇上一些山套酱油。这时服务员端来了名叫松之丝的纯米酒，倒满一杯，溢到酒斗里，正是这种感觉。看着清澈又有张力的美酒，何鸽子的眼里闪着看猎物的光芒。他迅速尝了一口酒，香气四溢，口感顺滑，确实是顶级好酒。然后他把酱油淋在山药泥金枪鱼上，用筷子搅匀后放上一些芥末。他尝了一口，芥末的辣味冲击味蕾，山药的香味和鱼肉的鲜美交织，真是好吃的让人停不下来。他又加了一块，越嚼越好吃，只是碗里的山药泥不好夹起来，所以他干脆直接端起碗，咕噜咕噜地喝了个痛快，那滑嫩的感觉就像喝凉粉。何鸽子吃爽了，赶紧端起大酒杯猛喝了一大口，瞬间爽到爆。很快山药泥配金枪鱼的冷酒就一扫而光，何鸽子显然还没尽兴，于是他又点了一份炸墨鱼须配冰小麦烧酒。身为资深酒友，他觉得炸物和清爽的小麦烧酒超搭。墨鱼须在油锅里滋滋作响地炸着，捞上来已经脆香可口了。端上桌一看，金灿灿的，看着就让人想咬一口。他迅速挤上柠檬汁，夹起一根墨鱼须就放进嘴里，牙齿穿透脆皮后，开始切割筋道的墨鱼须，墨鱼味道弥漫开来，越嚼越有劲。他端起冰凉的小麦酒喝了一大口，爽得无比满足。此时老板在批评店员刀工不够细致，说你要是觉得这工作很无聊，那你也只能做个半吊子。何鸽子顿时觉得自己不该抱怨，要认真对待每一件事。这么想他立马释怀了，然后又开心地吃了起来，真是处处有教训。这天何鸽子去银行取钱，结果忘记拿回银行卡，顾客匆忙追出来把卡还给他。这人不就是那位作家吗？这么快又遇到了。何鸽子十分感激，一看表快迟到了，赶紧回去上班。受到帮助，他心里暖洋洋的。领导让他加班，他也愉快接受了。他决定用一杯暖心的酒结束今天，反正他喝酒从不缺少。走进一家有情调的小酒馆，翻开菜单，一眼就看到了酒蒸，然后他就点了酒蒸花蛤和清酒，因为想喝点让身心暖和的酒。老板娘推荐了山形县产的里川清酒，温热后喝，口感柔和，暖意融融。很快老板娘就端上了凉拌小松菜、酸鱼蘑菇汤和里川清酒。蘑菇汤看着味浓，就量少了点，他赶紧倒满一杯清酒，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
清酒柔和甘甜，他立刻感到舒适了。那个凉拌小松菜真是精致又好看，他夹了一筷子送进嘴里咀嚼，果然吃绿色蔬菜最爽了，完全没有心理负担。这时他点的九蒸花蛤终于上桌了，拼盘依然很漂亮，但分量还是很少。何鸽子喝了一小口汤，那鲜美简直无法形容。喝完后，他夹起一块花蛤肉咀嚼，鲜汁被牙齿压出来，那滋味真是绝了。将鸭儿芹和花蛤一起放进嘴里，顿时一股奇妙香味在口中蔓延。举起酒杯喝一口，简直赛过神仙。他又一个个的把花蛤缩进嘴里，果然全身都暖和起来了。这家店还没吃够，他决定再去一家看看。他来到常去的小酒馆，店员和老板热情的打招呼。店员马上推荐新到的酒，叫群马泉，非常适合温酒。于是他高兴地点了一壶酒。他看见老板在切牛蒡，老板说根茎类食物可以暖身。何鸽子就点了一份炸牛蒡。丫头，你到底有多怕冷？服务员先端上他点的烫酒，酒壶和酒杯都很古朴雅致。他马上倒了一杯，喝了一口，酒香四溢，温暖宜人。这时炸牛蒡也做好了，裹着脆皮的样子非常诱人，热气腾腾，让人无法抗拒。鸽子夹起一片，沾了点盐，入口一咬，外酥里嫩的感觉真不赖，醇厚的牛香缓缓袭来，微甜的口感瞬间让人心满意足。他立刻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感觉瞬间升级。这时新客人进来了，何鸽子一看，居然是白天帮他的小伙，世界真是太小了。何鸽子站起来表达了谢意。小伙看了看何鸽子点的菜，也点了炸牛蒡和热酒。何鸽子觉得今天很美好，好酒好菜，还有新朋友。很快小伙点的炸牛蒡也上桌了，他吃了一片，越嚼越香，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。又喝了一口热酒，疲劳消散了不少。何鸽子再次道谢，说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帮助别人和得到帮助都很开心，这就是人性的神奇之处。何鸽子强烈推荐那家名叫穗金的酒馆，他们的纯米酒都是精挑细选的，每天从驻地采购新鲜的鱼类，精心烹饪，还有各种小菜，很适合下班后悠闲的小酌一杯。这天何鸽子去银座拜访一位美容师朋友，他决定在银座找点好吃的。走着走着，他发现了一家广岛料理店。广岛是何鸽子的老家，他非常想品尝家乡味，于是他马上走了进去。店员请他入座，地上湿毛巾和菜单。何鸽子问有没有烤牡蛎，店员回答有，何鸽子便点了2个。店员接着问他要喝什么酒，何鸽子只点了一杯冰镇日本酒。他看到牡蛎在烤网上滋滋作响，香味四溢，水嫩嫩的牡蛎真是诱人。这时旁边客人的炸天竹鲷和烤蝶鱼上桌了，也看起来相当美味。不一会儿，何鸽子点的冰镇日本酒和烤牡蛎就上来了。他倒了一杯酒，闻了闻香气，然后深吸了一口，感觉真是沁人心脾。接着他把柠檬汁挤在牡蛎上，用筷子夹起一大块鲜嫩多汁的牡蛎肉，一口吃下去，鲜汁在嘴里四溢，那鲜美的味道和 Q 弹的口感让何鸽子快乐无比。他赶紧再喝一口酒，感觉真是好像飞上了天一样。牡蛎壳里的鲜汁也被他吸进嘴里，鲜味瞬间冲上脑门，整个人仿佛都要化了。接着店员告诉何鸽子，他们的鱼都是从芝浦直接运来的，绝对新鲜。何鸽子问那桌客人点的天竹鲷是什么，店员解释说是一种小鱼，喜欢头顶10块的也叫在石鱼。何鸽子暗下决心再来这里大快朵颐。周末他便约了高中同学姚香一起到这家广岛料理店，两姐妹一见面就举杯畅饮。果然酒友的朋友也都是酒友，凉爽的啤酒一口下肚，两人立刻感到畅快。他们赶紧点了菜，毕竟光喝酒没菜可不行。最后他们点了炸牡蛎和柠檬锅，看到厨师把裹了面包糠的牡蛎放进油锅，油炸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一盘金黄酥脆的炸牡蛎上桌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很诱人。旁边也有经典酱、番茄酱和蛋黄酱3种蘸料，再挤点柠檬汁在上面。何鸽子加了一个蘸上经典酱，好大一口咬了一半，外皮酥脆里头嫩，热乎乎香喷喷，真的是绝配下酒菜。客好饮一口啤酒，姚香也吃得赞不绝口。喝口啤酒爽爽的，姚香把番茄酱和蛋黄酱混合到了一起，夹起一只烤牡蛎蘸了点酱，味道简直独特无比。何鸽子则将蛋黄酱和经典酱混在一起，蘸着炸牡蛎尝了一口，立刻觉得口感独特。这时厨师在做柠檬锅，里面放了鱼肉、蘑菇和娃娃菜等食材。不一会儿，2个柠檬海鲜锅被端上来，店员点火加热，锅子开始冒泡沸腾。
将切好的柠檬片和大葱放进去，再煮1分钟就行。建议再尝尝日本酒。店员推荐了店里自酿的海水，两人高兴地点了2杯。姚香说她第一次吃柠檬锅，她还说日本60%的柠檬来自广岛。何鸽子觉得姚香懂得不少。很快，海水之滴送上来，造型不错。两人的柠檬锅也差不多煮好，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勺汤喝了一口，酸酸的、鲜鲜的，还带着蔬菜香，味道简直绝了。他又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，柠檬酸浸透的鱼肉味道清爽酸甜，鱼肉的香味立刻变得层次丰富起来。何鸽子陶醉了，端起酒杯品了一口，那细腻的滋味不喧宾夺主，像涓涓细流般入喉，让人感到脱俗。姚香也美滋滋地喝了一口，感叹今天真爽。鸽子问姚香知不知道天竺鲷，姚香说自己知道，这东西个头小，炸着特别好吃。何鸽子惊讶地说：“你知道的也太多了。”这天，何鸽子约了朋友一起吃饭，时间还早，于是他决定先填饱肚子。他一路走着，看到了家西班牙餐厅，看起来特别高档，正在犹豫要不要进，店员过来请他进去。何鸽子立马就被鼓励进去。店里的装潢非常讲究，店员带他找到一个空位置坐下，看到旁边有个成熟气质美女在吃饭，他赶紧摘掉了帽子，环顾四周，到处都是打扮时尚的人。他心想，有品位的餐厅果然颜值气质都高。抬头猛然看见一只大生火腿，看起来很有力量。服务员走过来让他挑选酒，何鸽子让服务员推荐一款，服务员推荐了一款白葡萄酒，果香中带着淡淡的酸味和苦味，备受女性喜爱。何鸽子于是欢喜答应，点了一份利比里亚火腿。服务员很快给他倒了杯白葡萄酒，漂亮的酒杯盛满了清澈的白葡萄酒，闪闪发光，格外迷人。他凑近闻了闻，果然香气浓郁扑鼻。看到厨师在切火腿，那肉质、颜色和纹理都透着极好的品质，一片片的码在盘中，看起来颇有艺术感，肥瘦相间，鲜艳喜人。盘子上的生火腿薄片端上来了，何鸽子赶紧插了一片薄如蝉翼的火腿入口，吃完2口，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，果然还是肉香，那白色油脂更是醇厚。他赶忙端起一口葡萄酒，满口芳香，和火腿真是绝配。他一口一口地品尝着生火腿，腌制和风干后的火腿真是极品。他喝完1杯酒后，服务员问他需不需要再来1杯，推荐了一款果香浓郁、口感丰富的红酒，正好合何鸽子的口味。很快，红酒就倒进了杯子里。何鸽子抿了一口，果然香气扑鼻，味道极好。不过吃着吃着，生火腿已经吃完了，于是他拿起菜单，又点了一份鸡肝酱。厨师将这道复杂的鸡肝酱盛进小碗里，味道非常浓郁，还配有6片梅尔巴吐司，像熊掌一样的形状。何鸽子赶紧拿起一片脆脆的吐司，涂上鸡肝酱，然后咬了一口，咔嚓一声，甘香四溢。再喝一口红酒，完美的组合。他一口鸡肝一口酒，美滋滋的享受，身旁的气质美女都馋了。这时，美女点的西班牙橄榄油香蒜虾上桌了。何鸽子偷偷瞄了一眼，那虾冒着热气，蒜味扑鼻，肉质看起来很嫩，想尝个鲜，可是马上就要和朋友见面了，所以他有些犹豫。服务员热情地送他到门口，鞠躬致谢。何鸽子决定下次一定来，于是这天他打扮得很时尚，专程来到这家西班牙餐厅。一进门就点了西班牙橄榄油蒜香虾，吃货果然是不会错过美食呀。香蒜虾煮得好香，大虾嫩而有弹性，看着就让人垂涎。倩子喝了一口气泡酒，冰爽解渴，接着就插起一个多汁的大虾，口塞进嘴里嚼，蒜香扑鼻，鲜味满满，肉质紧实有嚼劲，简直美味无敌。他一口大虾一口酒，交替着享受，这是他每日的至高乐趣。法式长棍面包蘸着汤汁，咔嚓咬一口，更加浓郁，再多吃几口就停不下来。不一会儿面包就没有了，还剩下虾。他想再点一份面包，又怕吃不完，没想到他转头又看到了那个气质美女。那美女在吃鸡肝酱，面包刚吃完，他又点了一份。他说他也吃不完，可以跟何鸽子一起吃。何鸽子听了很高兴，愉快地接受了。美女说上次看到何鸽子点鸡肝酱吃得很开心，所以她今天也点了。何鸽子忙说我也是，然后就高兴地吃了起来。服务员说在西班牙，橄榄油香蒜虾是家常可见的美味。何鸽子一下子意识到，时髦的和朴素的人，帅气的和不帅气的人，尽管世上人各异，但美食面前人人平等。中午何鸽子和同事吃了中式盒饭，红黄绿的各种菜品颜色和味道。下班后鸽子特别想吃中餐，他决定走进一家中餐馆，
打开传统的中式菜单，里面布满了各种菜肴，种类丰富，应有尽有。他翻到主食那一页，看到有水饺、煎饺、烧麦、小笼包、韭菜包，他一眼就看中了自制春卷，特别想吃，于是点了个春卷。这菜点的也太单调了吧！啤酒先送了上来，他赶紧倒了杯冰凉的，一口干了大半，那感觉真是冰爽舒适。这时，厨师把切好的大葱倒进笋丝、香菇等食材一起搅拌，这就是春卷的馅儿，看起来粘稠，味道应该不错。接着，厨师将馅儿放到面皮上包好，春卷就完成了。油锅里一炸，滋滋的声音特别动听。炸至变色后捞出，端给何鸽子。春卷炸得金黄，特别好看，外皮的质感和颜色让人联想到秋叶。何鸽子立刻夹起一个，能透过切面看到里面的馅料。他大口咬了一下，烫的嘴巴都脱皮了，但那松脆的外皮，丰富的馅料，美味瞬间在舌尖和牙齿间蔓延开来，感觉像除夕夜的烟花。他赶忙又夹起一个，仔细看看这些内脏的材料，有猪肉、竹笋和香菇。他又猛咬一口，不管是什么内脏，今天都得进我的肚子。接着灌一口冰啤酒，何鸽子瞬间幸福的像在天堂。他一边嚼一边喝，比谈恋爱还开心。他忍不住为中华4000年的历史敬酒，不应该是5000年吗？这天同事小魏说他想学太极，说太极能减肥，于是2位同事都怂恿何鸽子一起去。最后何鸽子被他俩拖去武馆学太极。咦，这位老教练看起来很眼熟，有人认识吗？教练让大家跟着做动作，但那2个同事像挥干树枝一样，何鸽子却打得有模有样。老教练夸何鸽子有天赋，何鸽子顿时满心欢喜。于是下课后，他决定去吃中餐。他走进了一家门脸挺大的中餐馆，客气地请他坐下。他打开菜单认真查看，种类同样繁多，糖醋里脊、回锅肉、砂锅排骨、过油牛肉，但他一眼就瞄上了麻婆豆腐。于是他立刻决定要吃这种能让人发汗的麻婆豆腐。他心想，日本人怎么这么喜爱吃麻婆豆腐啊？该选中国酒了，他决定点绍兴黄酒，毕竟中国白酒对他来说太烈了。于是他跟服务员点了麻婆豆腐和绍兴黄酒，可惜这么多美食只点了个麻婆豆腐，真有点吃不尽兴的感觉。先端上来的是用茶壶装的绍兴黄酒，何鸽子倒了一杯，色泽漂亮油润，抿一口真是余味无穷。看见厨师切大葱、拍大蒜、剁豆腐，锅里炒着麻辣肉末，把白嫩的豆腐倒进去，翻炒几下，麻婆豆腐很快就做好了，盛在罐子里，还咕嘟嘟冒着热气，就像火山即将喷发一样。撒上大量花椒粉后，饭菜端给了何鸽子。何鸽子看到这道菜，双眼立刻亮了起来。他赶忙在小碗里舀了2勺粘稠的麻婆豆腐，吹凉后一口送进嘴里，麻辣的味道瞬间爆发，他那原本清淡的舌头瞬间失去了感觉，真的太麻太辣了，但味道真是让人欲罢不能。何鸽子一勺接一勺停不下来。这家店用的是南豆腐，也就是石膏豆腐，口感细腻，但何鸽子更喜欢北豆腐。卤水豆腐微苦但扎实，麻婆豆腐很百搭，配酒配饭都行。何鸽子小时候吃的麻婆豆腐味道清淡，配上米饭特别香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口味也越来越重，更加复杂。现在他偏爱麻辣重口味，觉得长大真好。某天上班时，大家正在聊某个小摊上吃过的关东煮特别美味，尝过后像去了新天地。何鸽子听到立刻竖起耳朵，想知道那个小摊在哪儿。同事们说是在个废弃站台。何鸽子脱口而出新桥吧。大家愣了，问他是不是很爱吃。何鸽子说他还没试过。于是下班后，我和鸽子穿街走巷找到了那地方，看到一个盖着透明塑料布的小吃摊，出来一个长得有些吓人的家伙。鸽子惊慌地拉着我走了，心想还是下次再来吧。然后他就走进一间小酒吧喝酒，店员招呼他坐在吧台前。他看到客人们都喝得很开心，还有一位成熟优雅的美女。何鸽子真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像那位美女一样迷人。他看到黑板上写满了美食，有刺身、炖菜、烤肉等，柜台里也陈列着各种食材。他问其中一个是什么，厨师说那是用自制味增腌的蓝色马鲛鱼。于是他点了这个，喝一杯冷酒。厨师推荐了福井本地的纯米酒。厨师揭开盖布，露出腌好的蓝色马鲛鱼块，那颜色真好看。用水冲洗后擦干。店员递上了纯米酒，给何鸽子倒了杯，还给他一杯白水，可以兑酒。如果觉得太烈，可以喝白水解解。何鸽子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小口，感觉酒香浓厚，回味绵长。对于他这个酒鬼来说，完全不需要兑白水，
此时马鲛鱼正在微微冒泡，肉质紧实，颜色漂亮，非常有质感。何鸽子抬鼻一闻，酱香真的很浓，他赶紧咬了一块鱼肉，夹起来仔细看了看，送进嘴里嚼，鱼香立刻弥漫，吸精味增，口感温和，和鱼肉的香味果然很搭。他又夹了一块，越嚼越香，他真是太喜欢这个吸精烧马鲛鱼了。然后他把鱼皮撕开，这鱼皮肯定焦脆，因为我觉得它已经烤糊了。何鸽子放进一块鱼皮，焦香几乎烧灼了味觉，他立马喝了一口冰酒，干冽入喉，有种热烧的感觉。一口鱼一口酒，每一口都是极致的享受。他觉得吸精烧味增腌的鱼真的特别好吃，所以要想像那位美女一样优雅有气质，就必须花点心思好好准备，要多多投资提升自己。每次和鸽子吃饭，他都有点启发，真是没有白吃。虽然吃的不多，但领悟的道理挺多的。隔天，同事说他想学硬笔书法，另一个同事小魏说他想学法语。原来大家都在努力提升自己。何鸽子还不知道要学什么，他喜欢喝酒，所以品酒师似乎很适合他。看来何鸽子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酒了。之后他又去了那个关东煮的小摊，必须要试试大家推荐的美食。这孩子在吃方面真是有决心。他看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，仍然硬着头皮进去。老板欢迎他光临，旁边的大哥赶紧给他腾了个位子。何鸽子觉得这几个大哥看到那些关东煮泡在汤汁里，非常清澈，光泽诱人，看来这汤汁果然不错。老板问他想吃什么，他说先来杯热酒。这一看就是个老酒鬼。鸽子看着菜单，感觉每样都想吃，于是他先要了白萝卜、牛筋和鸡蛋。老板把白萝卜、牛筋和鸡蛋放到盘子里，还抹了点芥末。这一盘看着水灵灵，挺清新的。然后何鸽子先拿起烧酒喝了一口，这酒劲不小。旁边的大哥又点了炸豆腐、炸鱼、魔芋丝、章鱼、白菜肉卷和鱼肉。何鸽子切了一块软烂的白萝卜，一会儿送入口中，那萝卜煮得非常入味，浸泡在汤汁里的食物果然美味，味道浓郁鲜香。他捏起一串牛筋，蘸了点芥末，直接开吃，一口下去，瞬间被芥末辣得流泪。他赶紧喝口酒缓解，也许酒和芥末辣加一起更辣吧。接着他把鸡蛋切开，抹了点芥末，一口吞下，那味道确实很赞，多亏调味的汤汁精彩。何鸽子吃得非常满足。这时旁边那位大哥要走了，刚点的那么多菜基本没怎么动，他让大家分着吃。另外两个大哥让何鸽子也尝一点，何鸽子连忙道谢，然后拿了个章。那个大哥让他再拿一个，说鱼肉饼特别好吃。于是何鸽子又拿了一个鱼肉饼，饼也太大了。何鸽子觉得这儿的客人都很热情，就像一家人一起吃饭。他一边吃一边喝，吃得特别舒服。喝完一杯又要了一杯。老板鼓励地说，进来试试看，大胆点。何鸽子连连点头，说感觉不错。今晚的饭菜他觉得既美味又温馨。那天何鸽子在公司里想着如何搭配各种美食，两位女同事走近说她皮肤状态差。何鸽子拿出小镜子一照，果然脸色蜡黄，毫无生气。他立刻开始按摩。下班后他很沮丧，想着该吃点补充能量的食物，结果一抬头，何鸽子发现了一家充满活力的冲绳餐馆。他兴冲冲地走了进去，店员热情地赞美她是大美女。何鸽子一下子懵了，仿佛置身在云端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店员递上菜单，热情地请他慢慢挑选。何鸽子原本郁闷的心情一下子明亮了不少，这样的热情餐馆真适合现在的他。然后他点了一道冲绳必点名菜，炒苦瓜。苦瓜、豆腐和火腿一起炒，再加一个鸡蛋，翻炒均匀，最后撒上鱼花，色香味俱全。服务员很快端来热腾腾的炒苦瓜和一杯冰啤酒。他说因为何鸽子漂亮，还多送了一盘海葡萄。何鸽子听了别提多高兴了，他望着美食开心的不得了，马上夹起一块火腿放进嘴里嚼，有些咸淡十分香，太好吃了。炒苦瓜上撒着鱼花，很好看。他立刻夹起一筷子尝尝，各种口感交织在一起，咸香满满。最终何鸽子夹起苦瓜塞进嘴里，好久没尝过这种苦味了，他想着吃点苦头。苦瓜富含维生素 C， 对皮肤很好。何鸽子一口接一口吃苦瓜，如饥似渴。为了美容，他真是能吃苦。我倒挺喜欢苦瓜，不知道有谁不喜欢呢？再喝一口冰啤酒，何鸽子觉得像在大海里畅游一样舒爽。他一直很想去趟冲绳，这是他的心愿之一。于是他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杯泡橙，也就是冲绳当地的蒸馏酒。他请教服务员有什么推荐，服务推荐了一款陈年清酒，说年份越久香味越浓。何鸽子高兴地要了一杯加冰的，
就是从坛子里捞出来，再倒进冰块中，那感觉真是古朴且美好。服务员端酒过来时，发现何鸽子已不见人影，原来他跑到对面跟那伙人喝酒去了。这酒馆气氛真不错。何鸽子看到杯子上有琉球的花纹，特别漂亮，他太喜欢这个花纹了，赶紧喝了一口酒，果然非常美味。再吃一口炒苦瓜，酒和菜简直是绝配。他激动地告诉店员，这特别好吃。店员说，这真是绝配呢。何鸽子觉得各地的美食和当地的酒最配，可能跟氛围有关。这时他收到了短信，是个追他的男生约他见面，说很久没见，特别想念。但何鸽子正吃得开心，压根不想见他。他随手扔掉手机继续吃，所以千万别做舔狗，舔狗舔到最后什么都没落到。第二天，两个同事对何鸽子说，他皮肤又嫩了。这听起来像是在说皮肤要喝酒吗？他们问何鸽子怎么护理皮肤的，何鸽子说他就是爱品尝美食。下班后，何鸽子边走边想着，中餐配绍兴黄酒，寿司配日本清酒，烤肉配韩国米酒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味。突然他看到一家亚洲美食店，原来是一家泰国餐馆。一打开菜单，他看到了泰式炸鱼饼、泰式炸春卷、生春卷和炸虾。他想吃蔬菜对皮肤很好，于是点了一个生春卷和一杯泰国啤酒圣诗。厨师熟练地包好春卷，切成段，精心摆好盘子，端给何鸽子。何鸽子一脸喜悦，立刻夹起一个仔细观察，里面有虾、胡萝卜、黄瓜和生菜，这么多种类，分不清哪个是主角。他在上面淋了点甜辣酱，然后张开大嘴一口塞了进去，咀嚼几下，各种味道交织，甜辣酱和生春卷非常搭配。何鸽子吃得开心地摇头晃脑，这种可爱的举动通常是7岁以上的小朋友已经不会做的。他倒了一杯圣诗啤酒，泡沫洁白细腻，端起杯子咕咚咕咚一大口，喝得太快，啤酒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他觉得还没吃够，又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个冬阴功汤。一抬头看到对面的男人正和旁边的美女聊着，说香菜有排毒功效，并且说泰国菜有美容效果，还不忘夸赞美女皮肤好。美女听了高兴，直接亲了一口。冬阴功汤很快煮好了，撒上香菜，立刻给何鸽子端过去。何鸽子打开盖子，一碗颜色漂亮、香味浓郁的汤展现在眼前。他立刻盛了一些到小碗里，先吃掉香菜解解馋，然后夹起虾仁放进嘴里，鲜美十足，汤汁浓厚，口感极佳。他端起啤酒猛喝了一大口，十分畅快。他一口汤一口酒，酸辣的浓汤配上冰凉的啤酒，真是冰火两重天的体验。这时对面的美女说她还想吃点，男的建议吃泰国米饭。他说泰国大米特别棒，冲绳泡成酒用的就是泰国米，还说最初是用中国米或韩国米的，后来引进了泰国米，就用它来酿酒了。何鸽子也增见闻，没想到酿酒挺有学问的。从酒馆出来，他照了镜子，发现皮肤变好了。这时他收到了追求者的短信，心情不错的他决定出去转转。上班时，何鸽子和同事又在讨论午餐吃什么。有同事说附近有家新开的海鲜馆，鱼特别好吃，我去。你们是去吃鱼还是摸鱼啊？何鸽子说他带了便当，因为他最近吃喝开销过大了。老板发现他们上班摸鱼，于是又拿来一堆资料让他们整理，果然偷懒的代价很惨。下班后，何鸽子又徘徊在饭馆街上，为了省钱，他决定不再去那些有情调、价格高的小资餐厅了。于是他想去一些便宜的小饭馆。突然他注意到了一家居酒屋，热情的美女店员立刻招呼他进去，墙上贴满了各种菜品。他一抬头看到土豆沙拉，这是居酒屋的经典美食。随后他又发现了乌龙茶烧酒，和土豆沙拉简直是绝配，这两样加起来才650日元，太划算了。于是他开心地向美女店员点了乌龙茶烧酒和土豆沙拉。厨师将做好的土豆沙拉精心装饰后，端给何鸽子。活泼的女店员蹦蹦跳跳的，恭喜何鸽子点到了最佳搭配，这姑娘真是充满活力。何鸽子先端起冰镇的乌龙茶烧酒喝了一大口，冰凉直达心肺，爽快无比。看到摆成小兔子模样的沙拉，何鸽子心里乐开了花。他夹起一筷子土豆泥放进嘴里，真是香浓极了，里面还有土豆小块，口感很棒。他吃得一脸满足，里面还有黄瓜、胡萝卜和火腿，颜色搭配得漂亮极了。何鸽子越吃越爽，越喝越尽兴，感觉在这种小店大家一起喝酒很闹腾，也很惬意。喝完酒，他和两个醉汉一起离开。美女店员叮嘱他路上小心，可何鸽子还没喝够，打算再去下一家接着喝。他忽然瞥见一家罐头酒吧，
觉得挺有意思，就径直走了进去。老板让他在吧台前坐下，他四处看看，发现店里全是各种各样的罐头，五颜六色的，让他看得发愣。他看到牌子上写着480块钱一杯的富士山陆家冰威士忌，就点了一杯。酒一上桌，他迫不及待地喝了起来，冰冰的感觉特别爽。罐头种类太多，他不知道该选哪个。最后他看到了蛋黄酱烤金枪鱼罐头上写的字，于是就让老板来了个罐头。老板拿出一盒金枪鱼罐头，利索地打开，把里面的汁水倒掉。他塞满洋葱丝，再加上蛋黄酱，用喷枪猛烤，不一会儿就烤得起泡了。这盒诱人的洋葱蛋黄酱金枪鱼罐头就完成了，表面金黄，看着让人食欲大开。和鸽子凑近一闻，香气四溢，他赶紧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嚼，不停地点头，味道真是好极了。金枪鱼的油渗入到了洋葱里，吃起来又清爽又香醇，再配上一口冰镇威士忌，真是太爽了。和鸽子觉得这罐头真不错，于是决定下次自己也试试。他觉得顶级料理虽然好，但还是喜欢便宜又美味的食物。最后结账花了800日元，两家加起来也不到1500日元。他感觉今晚的美食之旅真是超值。这天和鸽子去店里买了一套婴儿服，因为姐姐生宝宝了。他还拿出小外甥的照片对比了一下，挺满意的。他想庆祝一下自己成了小姨，按传统要吃鲷鱼。于是他走进一家叫七福神的小酒馆，觉得店名挺吉利。店员请他在吧台前坐下，抬头看到许多菜单在风中摇摆。他拿起一本菜单，在选择鲷鱼做法时，犹豫半天，决定点个豪华炖金目。于是他就跟伙计点了炖金目鲷和日本酒。伙计推荐了一款名叫七福神的酒。老板把红色的鲷鱼放进盆里，加入酱油等调料，盖上锡纸开煮。这方法不错呀，这就是锡纸烫吧。伙计端上七福神酒，和鸽子倒了一杯，靠近嘴边抿了一口，口感很温和，还有大米的淡香。鲷鱼很快就好了，揭开锡纸，浇上汤汁，撒点葱丝，摆到桌上，真是色香味俱全。和鸽子激动的直说真豪华，他赶紧夹了一块鱼腹的肉，肉质鲜美，一口吃下去，鲜味立刻爆发出来，鲜嫩柔软，味道极佳。喝口酒简直神仙享受。他突然发出扑咻声，把旁边大爷吓一跳，心想这人类能发出这种声音吗？和鸽子一块一块夹鱼肉，一块一块送进嘴里，尽享小外甥给的美食。鱼头周围的肉最好吃，形状好，口感佳，味道浓。他还夹起鱼眼吃，嘴里念着补充 DHA， 他吃得特别开心。鲷鱼被他吃得干干净净，因为这条鱼真的很好吃。他还从中挑出了一块像鲷鱼形状的骨头。伙计说吉祥的鲷鱼里面还有一条鲷鱼，这叫喜上加喜，你很幸运哦。和鸽子很高兴，马上举手又要了一壶酒。那天领导提前回家给儿子过生日，和鸽子挺羡慕的，因为他的家在广岛，没法和家人团聚。于是他又来到常去的那家居酒屋，那里的氛围让他觉得像回到了家。老板和伙计还是那么热情地招呼他。他问今天有什么推荐酒，老板推荐了一款纯米酒。他又问有什么推荐的菜，老板推荐了鱼刺身、醋腌青花鱼、炸牡蛎和肉豆腐。和鸽子点了小时候常吃的肉豆腐。老板端来了餐前小菜，是鱼子拌海带，有吉祥的象征。这时服务员端来了纯米酒，给和鸽子倒满了一杯，酒顺着杯壁流入，特别丝滑。和鸽子赶紧尝了一口，顺滑入喉，清香四溢，然后夹起一块飞鱼子放进嘴里，颗粒分明，越嚼越香。他很喜欢那种奇妙的口感，时不时喝一口酒，情调立马到位。他点的肉豆腐看起来很入味，食欲大开。老板把颤巍巍的五花肉和豆腐等食材装好，倒上汤汁，加个鸡蛋，然后端给了和鸽子。对他来说，肉豆腐就是家的味道。他舀了一勺汤尝了尝，是甜辣的味道。然后他把鸡蛋戳破，让蛋黄流出来。他夹了一筷子肉蘸蛋液放进嘴里，蛋香肉香相互提升。再是一块豆腐，味道浓郁，口感极好。他一口一口地吃着，不禁想起和家人一起热乎乎吃肉豆腐的日子，其乐融融，特别温暖。可现在他独自在东京漂泊，感觉自己孤苦伶仃。当天男同事抱怨女友不回信息，说搞不明白女友心里在想什么。另一男同事说和鸽子也是这性格，让人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这话让和鸽子很介意。他去了常去的小酒馆，点了烤明太子，烤得焦黄的食物特别诱人。他觉得自己确实不太外向，一个人喝酒怎么看都不算是个性开朗。他夹了一块明太子，横截面颗粒分明，非常美观，放进嘴里一嚼，火候刚刚好，鱼子在牙齿间破裂，那感觉真爽。
他赶紧又加了一块半熟的鱼子，香味扑鼻。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真是身心愉悦。第二天上班时，领导说要和销售部一起聚餐，让何鸽子挑个餐厅，因为何鸽子天天下馆子，应该知道不少好吃的地方。因为上次聚会吃的是鱼，所以领导说这次吃肉。何鸽子感觉责任重大，下班后赶紧出去找吃肉的店，有牛排、炸鸡块、烤肉，他一时不知道选哪家好。突然他看到一家店在外面烤肉串，问了一下是烤猪肉串，那香味和质感，他立刻走进这家店。他坐在吧台前，看着这家店的装修，像山间小屋一样，很温馨。他迅速点了一杯生啤和烤猪心加烤猪舌。伙计问他想要盐烤还是酱烤，他选了盐烤。这时生啤上桌，他咕嘟嘟喝了半杯。姑娘，你真够豪爽的。他的烤串在炭火上烤得正香，颜色鲜艳，油光闪亮，香味四溢。烤串很快就好了，色泽诱人。他拿起烤猪舌，大口吃起来，贪婪的咀嚼，真是香得不得了，脆脆的口感满满的。他一口接一口吃着，厚实的烤舌简直美味极了。他几口就解决了，接着端起啤酒大喝一口，然后迅速抓起那串烤猪心，满脸喜悦地送进嘴里咀嚼。口感依旧丰富，弹性十足，香味浓郁。他一块接一块不停往嘴里送，他那小嘴就像绞肉机一样。撸完后又点了烤头肉和烤肝，这次点的是酱烤，还要了一杯啤酒。他环顾四周，店里的面积还挺大，公司聚餐完全没问题。这时他的酱汁烤串做好了，油亮亮的，特别诱人，每一块都很厚实。他捏起那串满是浓郁酱汁的烤肝，美美的咬了一大口，烤肝的香味在嘴里四散，非常浓郁，越嚼越香，真是极品。他三两口就撸完一串，举起酒杯猛灌了一口，还没咽下去就扑咻一声，嘴里冒泡，酒从下巴流下。您这吃的也太嗨了吧。第二天他就和同事们一起来到这里，领导担心烤串吃的不开心，怕部长不喜欢。何鸽子的公司人真不少，把屋子坐得满满的，大家热热闹闹的吃着小菜，而领导则殷勤的给部长倒酒，一边讨好，部长很满意，还邀请领导周日去打高尔夫。没过多久，烤串就端上来了，有酱烤和盐烤的，大家一看这卖相就赶紧开动，一尝之后纷纷夸赞，真是美味极了，真是远远超出了预期。突然部长一蹲杯子，严肃地喊领导过去，大家立刻感觉事态不妙。部长突然笑着说这里的食物太好吃了，还说他们部门特别喜欢这种市井气息浓厚的小店。领导这才松了口气。部长特意对何鸽子说，你选了家不错的店，谢谢你。何鸽子高兴得不得了，总算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女同事见他半天没吃，赶紧让他吃几口。何鸽子拿起一串吃了一口，感到无比满足。那位男同事曾说不明白何鸽子在想什么，其实是误会了他。他说你的喜好很明显，完全不掩饰自己对喜欢的东西。何鸽子开心地笑了，他对美食的热爱是藏不住的。这时候领导让何鸽子推荐烧酒，何鸽子便介绍了一款鹿儿岛的酒，麦香浓郁，配烤肉串非常棒。然后大家开开心心地吃喝起来。何鸽子觉得自己还是有些魅力的。这天何鸽子又去了他常去的那家酒馆。最近公司在结算，工作很忙，他感到很累。他端起啤酒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，真是很解渴。老板送了他一份醋拌凉菜，说可以调剂心情。何鸽子又点了个炸什锦，只见老板麻利的切削剁砍，搞了些食材，用面粉裹在一起放油锅里炸，看着油花四溅，挺漂亮，不一会儿就炸好了。这大块外皮金黄，看着很诱人，里面有洋葱、鹰虾、叶儿芹和扇贝。何鸽子赶紧夹起一块，蘸盐送入口中嚼了起来，酥脆可口，嘎吱作响，各种食材的味道一起爆发，鲜甜的口感让人停不下来。接着他又撕了一块，蘸了天汁，这样吃也同样美味。他一口气干掉了整杯啤酒，啤酒配炸物最地道不过了。办公室忙得像煮沸的锅，领导一会叫复印，一会儿要企划材料，一会儿要交货计划，家里乱成一团糟。最后领导高兴地喊，终于搞定了。他对大家表示感谢。于是下班后何鸽子去了家饭馆，为了奖励自己努力工作，他点了一整条马面鱼刺身，还问老板推荐什么酒。老板推荐了一款专门搭配刺身的酒。何鸽子自倒自饮，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，酒味柔和但依然爽口。见老板眼疾手快地抓住一条马面鱼，接着3刀流2刀流地切成片，宛如玉石般的白色肉片，细致地铺满盘子，鱼干被碾成泥后，一起给鸽子端上来。鸽子夹起一片肉，
蘸了橙醋酱油送入口中，咀嚼了几下，真是特别新鲜，鱼香四溢。他一片片的送进嘴里，嘎嘣嘎嘣的口感美妙绝伦。再喝一口酒，真是一大享受。接着他把干泥蘸上调料，然后把鱼肉蘸了下，这样吃起来更香了。微黏的感觉，香甜浓厚。